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9月14日啊。今日同大家讀下書啦，就我手上咧有呢本咧係 Chris Patten 彭定康嘅日記《香港日記》啊。咁啊出版咗一段時間，其實我導讀過兩次啊，同阿鍾劍華博士咧就導讀過兩次呢本書。咁我手上呢本咧係簽名版嚟喎，親筆簽名版。咁啊唔單止啊彭定康彭督咧簽咗個名添，仲係寫埋我名嘅 To Gavin。咁寫咗我嘅名，呢個書咧，其實我自己睇咧都係覺得好有歷史研究嘅意義喺裏邊嘅，因為咧研究名人嘅日記咧，佢哋都反映到當時一啲嘅第一身嘅睇法，對歷史事件，譬如話曾國藩日記啊，或者係呢個嘅左宗棠啊，還是係呢個胡適、蔣介石父子嘅日記咧，都係研究歷史咧一個好重要嘅史料嚟喎。咁尤其是而家兩蔣日記啊，喺胡佛研究所公開咗，所以對近代史研究咧好有幫助。咁彭定康作為末代港督啦，喺佢嘅日記裏邊咧有好多關於中英香港之間三國嘅關係嘅一啲嘅第一身嘅睇法。咁啊呢啲咧就係好重要嘅史料嚟。咁彭定康咧最近咧就有資料即係新聞報導咧就話喂有200個港人同佢慶祝80大壽，今年80歲啦。咁但係好明顯啦，佢就係唔係正一嚟嘅。佢生日喺5月12號，因為彭定康日記裏邊咧係記載咗1993年至到去1997年呢幾年咧，佢喺香港過生日嘅一啲嘅點滴嘅。咁其實因為1992年佢開始咧就出任港督，就所謂末代港督呢個第28任嘅港督嘅時期咧，就係見證住香港嘅回歸。咁而嗰幾年咧就係同中方咧係關係搞到非常之惡劣。劍拔弩張，因為佢在任嘅時期就喺香港推行民主化嘅計劃。喺佢之前嘅幾任港督咧，尤其是喺麥理浩以嚟，都係冇推行民主化嘅。因為咧，麥理浩以前就最初諗住推行民主化，結果咧，而家英國嘅解密檔案都知道咧，就受到呢個嘅周恩來嘅威嚇。如果香港推行民主化咧，就會馬上收回香港啦。咁再早期嘅楊慕琦計劃，亦都係因為咧呢個嘅國共內戰啦，而胎死腹中嘅呢個楊慕琦計劃，所以咧港英政府咧就喺4-5年之後多次喺香港打算推行民主計劃，都冇辦法實現，直至到麥理浩嘅時期咧，麥理浩就喺香港推行呢個嘅即係廣泛地就係搞出呢個公民社會，所謂嘅區議會啦，以及呢個嘅市政局啦，等等等等，咁加入咗呢個嘅局部嘅民主。咁但係直至到去彭定康咧，就係大規模希望喺立法會咧。立法局當時係推行民主喎，所以受到中方嘅抵制，認為咁樣咧會搞到香港咧係會一鑊泡嘅。而且咧就係推行呢個嘅社會福利主義呢個彭定康咧喺香港提升香港嘅社會福利，加建好多嘅大學，認為咧咁樣會搞到車毀人亡喎，所以中方咧對佢嘅態度咧就係非常之惡劣嘅。而佢一改以往咧，通常係殖民地部嘅官員啦，一啲行政嘅官僚就嚟香港做總督噶嘛。彭定康又唔同喎，彭定康本身咧係保守黨裏邊嘅重要人物，做過保守黨嘅一個黨魁。而喺英國咧係做下議院嘅議員嚟嘅，好景不常啊！就喺佢嚟擔任港督之前，其實就一直係做緊呢個內閣大臣嘅但係咧佢就有份咧發動咧係推倒戴卓爾夫人嘅3個下議院議員之一，結果咧就由佢倒閣，戴卓爾夫人又係輸咗啦，最終下台就因為咧推行人頭稅，英國咧就喺戴卓爾夫人嘅時代咧就因為財政緊絀啦，就諗住推行人頭稅，結果咧受到民意極大反彈，彭定康咧就係負責倒閣嘅其中一個重要人物，咁所以喺呢本日記裏邊咧都記載過戴卓爾夫人咧幾次嚟北京同埋香港同佢見面咧，佢哋雙方嘅關係都唔係咁好嘅而喺政治立場上咧，彭定康同戴卓爾咧都係有一個好明顯嘅差異喺裏邊嘅。咁呢個可以稍後再講啦。咁呢個彭定康日記咧，我就做咗筆記喎。呢個筆記咧好有趣，我就分咗好多類，就譬如話佢同英國嘅官員見面，咁我就全部抄錄咗出嚟啦。佢同呢個嘅香港民主派嘅人嘅睇法。咁我又抄錄咗出嚟，同建制派嘅人睇法我又抄錄咗出嚟，全部做咗分類。咁所以今日咧就可以詳細咧同大家講下佢個分類。呢個分類咧，即係有啲係有趣嘅，譬如話佢講到曾鈺成，曾鈺成作為當時係民建聯嘅主席，咁咧佢就係得到第一手嘅消息啦，因為佢就係擁有香港嘅情報資料㗎嘛。呢個嘅政治部呢個警隊咧當時仲有政治部啊嘛。
咁8964之後咧，曾鈺成咧就係率先咧就申請咗加拿大籍嘅。咁但係後來即係8964之後咧，局勢喘定啦，佢都發現咧原來繼續留喺香港做建制派都係有利嘅，所以佢就退出咗呢個嘅加拿大籍，咁喺香港立法局做選舉啦嚇。咁但係咧佢家人咧仍然係保留咗加拿大籍嘅。咁呢一點咧即係佢認為係非常之尷尬嘅喺彭定康嘅日記裏邊啦。咁啊又譬如話睇到劉維興同埋吳靄儀，劉維興咧就係一直咧對彭定康係非常不信任喎，認為咧港英政府最終係會出賣香港人嘅利益㗎，同中方達成妥協，因為咧民主派當時咧就係希望喺香港推行民主化啊嘛嚇，喺回歸前咧叫民主回歸派，就盡量咧喺香港搞到民主化嚇，咁立法會咧立法局咧最好就有全面直選啦。區議會咧就擴大直選啦，等等等等。咁但係咧，劉維興咧一直咧係對彭定康咄咄逼人嘅，認為彭定康最終係會同中方妥協。咁吳靄儀咧又唔同喎，吳靄儀咧係一個年輕嘅律師當時認為咧就係彭定康咧或者英國人係不可靠、不可信嘅佢都係一個有民族情意結嘅人嚟喎。吳靄儀吳靄儀係寫呢個金庸小説，亦都好有名啦。呢啲史料咧都好有趣嘅，有機會我可以詳細同大家分析。咁今日我重點係分析咩咧？李光耀呢本日記裏邊咧就多次提到李光耀，我就查過至少咧有5次咧彭定康同李光耀嘅會晤嘅。咁咧就係有2次彭定康係訪新加坡，有2次咧李光耀咧就係訪問香港，包括喺香港大學做演講。咁咧都係同彭定康咧喺私底下同公開上咧係有辯論過關於呢個嘅新加坡民主體制以及咧英國咧打算喺香港推行民主體制而必然係會失敗嘅一個原因嚟嘅。咁呢個李光耀嗰個睇法咧當然重要啦，因為有好多人認為喂西方民主咧始終係會失敗喎。而家你見到西方咧所謂嘅民主在退潮嘅情況啦，你見到係失敗喎。咁所以啦，東方嘅以中國模式或者新加坡模式、馬來西亞模式呢啲民主或者半民主或者係專制、半專制嘅政體，你點樣形容佢都好啦。似乎呢個叫做亞洲特色嘅一個政治體制咧，有佢嘅好處喎。咁有啲人就咁講嘅。咁我哋睇下李光耀點講啦。譬如話喺1992年啦，即係咧彭定康咧上任港督之初咧，就先去新加坡，再去香港嘅，就係見到呢個嘅當時任新加坡總理吳作棟啦。咁啊見到吳作棟咧，話吳作棟係非常之友善啦，但係佢自己魅力唔夠㗎，就比起呢個李光耀咧個魅力咧就爭好遠啦。當時咧李光耀咧就做資政嘅咁當然話資政實際上就係權力嘅核心嚟㗎佢嘅犀利啦，佢就係佢嘅每一個對話咧都係非常之有智慧喎。呢個就係彭定康咧初次見到李光耀嘅睇法話佢口才極佳啦，即係呢個係名校畢業啦，劍橋大學嘅畢業生。提到呢個嘅中國改革開放，當時咧92年就係大家都係覺得中國改革開放會唔會係破產咧？因為8964之後咧，西方咧就制裁中國，只係得少數國家啦，以英國為首嘅西方國家咧係打破制裁嘅啫。8964之後咧，根據傅高義教授嘅研究啦，6月開始就西方制裁，去到11月咧，英國已經派咗默使啦。當時就係呢個港督衛奕信啦，就係去呢個嘅北京同鄧小平會面嘅，就係希望咧係解除呢個制裁嘅。咁因為英國咧就係有巨大嘅商業利益喺香港啊嘛，咁所以有啲人就話：喂，英國人唔應該同北京談判香港回歸喎，82至84年嘅時候唔應該談判喎。英國人係唔會咁考慮嘅，英國人考慮就係有巨大嘅商業利益。如果咧係重蹈翻上海嘅覆轍咧，就不得了啦，因為當年咧上海49年之後英商咧就留低咗，但係去到53年嘅時候毫無準備地咧，大部分嘅英國企業即係怡和、太古、渣打、匯豐呢啲咁嘅企業啦，一被呢個嘅政府國有化咗喎，咁血本無歸喎。咁所以咧當時就係80年代，戴卓爾夫人咧就必然係要同中方談判嘅，而必然係要讓步嘅喎。因為讓英資呢啲數以百億計嘅資產咧係有序地撤出啊嘛，咁匯豐後來90年代都帝國還鄉，就將總部搬翻咗倫敦啦。倫敦啲稅咁高都要搬翻去，個原因就係咁解啊嘛，就係要讓呢個嘅英商有秩序地係會即係保留到佢嘅資產，以及咧係撤退翻英國嘅。咁香港而家英商嘅資產仍然都唔細啊，太古集團係咪啊？國泰航空公司、太古集團。
怡和集團、渣甸集團，咁呢啲都係即係仍然有一定嘅影響力噶嘛嚇。咁所以咧，李光耀咧其實喺92年就已經好有先見之明啦，因為當時咧鄧小平南巡之際啊。大家都覺得中國行緊回頭路，因為江澤民咧就似乎按兵不動喎，做咗呢個黨總書記之後，佢唔想好似胡耀邦同埋趙紫陽咁，最終係被批鬥下台，黨內極左嘅勢力咧仍然好猖狂，咁所以咧鄧小平就南巡演講有一番好驚人嘅説話噶嘛，誰不改革，誰都要下台，邊個唔改革邊個就要落台喎，要堅持改革開放。所以咧1992年嘅時候咧，李光耀咧就認為咧中國一定係冇辦法逆轉嘅啦嚇，因為佢嘅改革之路咧，既然走上咧有太多利益啦。喺70年代尾咁啊10年已經累積咗唔少嘅所謂萬元戶咯喎。當時咧萬元戶屋企有1萬蚊資產已經好厲害啦嘛，去到90年代嘅時候有10萬元戶咯喎，喺深圳啊、東莞啊嗰啲人咧已經生活改善咗好多噶啦，嗰啲幹部啊最主要係幹部嘅呢個親屬子女咧，喂已經開始去美國留學噶咯喎，已經喺透過倒賣呢個嘅資產啦呢個嘅倒賣呢個嘅糧票呢個嘅郵票啊，用啲咁嘅方法咧賺咗好多錢，所以咧李光耀當時認為咧，中國而家面對住一個極大嘅危機，呢個危機咧就係天安門事件啦。咁咧，但係咧改革開放咧已經冇辦法逆轉嘅，一定係會向前行，因為咧西方嘅制裁咧，中國啊係有內部崩潰嘅危機，但係唔會爆炸。內部崩潰即係當時經濟迅速下滑啦。但係佢認為中國係唔會爆炸嘅，李光耀啊，佢呢個睇法係咁樣。咁啊，佢認為咧趙紫陽咧係示弱喎，趙紫陽咧喺天安門事件嘅時候咧係示咗弱，所以咧導致到咧危機越嚟越大。咁啊後來咧佢第二次嚟香港嘅時候咧，同呢個嘅彭定康即係私底下傾根據彭定康嘅日記，佢就認為咧，如果係佢執政呢個嘅北京咧，佢就唔會大規模屠殺㗎。因為大規模屠殺咧就會導致頭先佢所講嘅經濟內部崩潰啊嘛89至到92年嘅時候，中國係經濟內部崩潰咗嘅喎。咁佢認為佢唔會咁做，佢會點做咧？佢會熄晒酒店嘅燈，等啲記者冇辦法望出去啦。然後咧就封鎖天安門，咁啊唔需要用槍嘅，喺裏邊咧散播呢個霍亂弧菌，搞到啲人咧肚屙咁啊，啲人咧自己會散去㗎啦。呢個係李光耀對彭定康嘅講法，當然係根據彭定康自己嘅解釋嘅。就唔係反映李光耀真實啦，係咪真實就無從得知，因為呢啲密室對話嚟噶嘛，所以咧參考呢啲書咧就只能夠係作為一個旁證，好似《史記》都係，《史記》咧中國啊，《資治通鑑》啊，《漢書》啊，《宋史》啊，都好多係密室對話嚟嘅，所以做歷史研究咧只能夠咧當呢啲係旁證，唔能夠當呢啲主要證據。咁啊好啦，呢個第一係咁啦，第二點啦，佢認為咧彭定康啊喺香港嘅任務咧唔應該係好似咧傳統英國嘅殖民地咁，係去殖民地化喎因為咧你如果純粹去殖民地化咧，呢個認為係即係作為末代港督啊，係並冇意義嘅。認為咧對中方嘅施壓咧，唔可以輕易屈服，但係咧要圓滑一啲否則嘅話咧會令到香港咧個尷尬咧就會影響到英國嘅利益啦。咁所以咧呢個係佢對彭定康嘅勸告，對中方嘅施壓唔好屈服，但係要圓滑去對待打太極。咁亦都唔應該強迫中方咧接受任何即係呢啲西方嘅標準咁所以咧就作為一個過渡人物算啦，以呢個嘅李光耀對彭定康嘅建議。咁好啦，第四咯，認為咧中國永遠唔會真正信任英國嘅，因為中國嘅政治思想模式，佢哋永遠唔會信任西方，所以喺談判裏邊咧，大家係冇信任基礎嘅咁亦都唔應該帶有任何嘅情緒。咁咧最重要嘅就係咩咧？佢新加坡咧，佢喺呢個時候佢已經預示咗嘅咯喎，會吸引到好多跨國嘅公司進駐個原因係咩咧？就因為新加坡本土咧本身冇乜龐大嘅公司，同香港唔同，香港本身有好多龐大嘅公司而其次咧就係有更多中資嘅公司。咁所以啦，嗰啲國際公司咧就以新加坡作為總部，就係因為咧冇本地或者係咧中方或者背後勢力喺度咧同佢競爭，所以咧會更加國際化。香港咧就漸漸失去咗呢一個特色，因為香港70年代開始華資集團嘅崛起啦而90年代開始大量中資嘅企業進駐啦，所以咧當時喺92年
李光耀已經預示咗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咧，係會俾新加坡比下去喎。個原因就係因為有太多港資同埋中資嘅勢力喺度咧，導致到國際企業咧唔願意嚟啦，或者唔願意優先以佢為呢個基地。咁當然啦，2020年以前咧都唔係如是嘅。即係大部分國際公司咧，都雖然香港有龐大嘅中資同埋華資勢力喺度，但係都會去香港，因為咧就要翻大陸做生意嘛。嚟香港梗係着數過去新加坡啦。咁但係2020年之後咧，嗰啲大企業咧就紛紛搬咗去新加坡，呢個係另外一件事啦。好啦，然後啦，呢個1993年啦，咁啊1992年年底，咁咧李光耀咧嚟香港咯喎，幾個月前咧就係彭定康去新加坡。而嗰個時候咧，李光耀嚟香港，因為喺90年代咧，李光耀就來回香港好多次，個原因就係因為佢想穩住同北京嘅關係，想咧睇下會唔會香港回歸之際咧，同北京咧可以搞好啲嘅關係，作為咧呢個嘅中英之間嘅聯絡人。咁呢個係好犀利啦！李光耀咧就係唔單止做中英之間嘅聯絡人，仲做埋台海之間嘅聯絡人啊嘛，促成咗汪辜會談啊嘛。咁所以咧，佢係有佢嘅厲害之處喺裏邊嘅。咁啊喺年底裏邊咧，佢嚟到香港，但係今次咧就毫不客氣批評彭定康喎。咁啊，對於彭定康咧呢個嘅睇法咧，就係非常之嚴厲啦。因為彭定康喺嗰個時候嚟咗香港，已經上任咗做總督，就係希望喺香港推行民主化改革，就係擴大咗呢個立法局喺基本法同埋呢個嘅中英聯合聲明嘅框架底下咧，佢就要擴大呢個嘅功能組別個代表性。就搞咗新九組啊嘛，咁所以當時咧就係李光耀咧係同中方咧連同一氣係批評彭定康嘅，所以佢喺香港大學做演講嘅時候，或者接受傳媒嘅訪問，或者後來彭定康再去新加坡，仍然咧係受到李光耀公開嘅批評。咁當然彭定康喺香港大學裏邊咧嗰個演講係好精彩嘅，就係因為李光耀咧係先演講，然後彭定康咧作為校監啦，就係做一個總結演講。咁李光耀喺嗰個演講裏邊咧就批評咧西方嘅民主唔適合於亞洲，咁但係彭定康最後佢回應就係話咧，喺佢卸任咗之後，1997年之後，佢希望咧去新加坡，喺新加坡咧同李光耀公開做辯論，咁結果當時又獲得好大嘅掌聲啦，因為喺新加坡公開做辯論喎，喺新加坡嘅大學或者其他地方咧公開同李光耀做辯論，咁呢個係挑戰緊新加坡嘅言論自由底線啊嘛。咁所以咧，彭定康作為一個老手、一個政客，咁啊非常之巧妙地化解咗。咁啊，新加坡佢嘅睇法係咩咧？彭定康其實之間嘅對話就話，呢個嘅新加坡咧雖然係有人權嘅問題，但係新加坡嘅經濟係搞得好喎。新加坡喺李光耀嘅處理底下咧，佢搞呢個組屋改革係搞得非常之精彩。呢個社會改革，咁反而麥理浩咧就係搞公屋。係同居屋係冇呢個嘅新加坡搞得咁徹底，咁令到咧香港嘅居住問題、高地價政策問題，至今咧仍然係冇辦法解決。相反，新加坡大部分人都可以上到樓，咁就係呢個嘅李光耀好處喺度啦。咁李光耀咧對彭定康嘅政改咧批評得一文不值嘅，甚至乎咧認為咧佢咁樣做咧係非常之有害，對中英關係咧非常之有害。咁嗰個背後立場係乜嘢咧？李光耀認為佢咁樣係挑戰緊中方嘅底線啦，彭定康。咁呢個我哋可以理解啊，因為喺呢個嘅中方嘅立場上邊咧，中英聯合聲明講50年不變，50年不變咧就應該係1984年簽訂嘅時候開始就唔變啦，咁呢個叫50年不變。英方嘅立場又話唔係喎，1984年簽訂中英聯合聲明係97年之後嘅50年不變。中方就覺得1984年前都係派個港督嚟嘅啫，然後有啲諮詢嘅架構，咁其實就唔係好重要㗎，咪繼續維持翻呢種咁嘅模式咯。咁呢個用殖民嘅模式繼續喺香港管治，呢個就係中方嘅立場。咁但係英方咧，其實衛奕信或以前麥理浩都係沿用呢個方法㗎嘛。但係嚟到彭定康咧，彭定康希望咧英國嘅撤退前咧可以令到香港推行民主化。呢個民主化咧，第一就令到佢自己係有一個即係比較好嘅歷史名聲啦，彭定康。歷史上有影響力啦。其次咧，亦都令到英國嗰個光榮撤退可以係做翻啲好事。咁但係李光耀認為咁樣做咧係會破壞中英兩國關係，因為呢個挑戰緊中方嘅底線。中方嘅底線就係唔能夠接受人民係唔聽呢個嘅政府話啊嘛。以前你要港督都係即係人民都要聽港督話噶啦，香港人。
係嘛？港督啊，絕對聽命於呢個英國殖民地部，殖民地部啊聽首相話㗎，內閣話㗎。咁啊，但係呢個嘅回歸之後，咪一樣啦。特首徹底係聽中央話，中央就係聽黨嘅話，嚇。咁所以呢個喺北京嘅角度嚟講，呢個係底線嚟㗎喎。咁所以後來咧就係因為彭定康嘅政改咧，就導致到啊以後嗰幾十年啦，呢個嘅即係大家有唔同嘅期望啊。即係民主派就相信普世價值，而事實上咧，香港就係簽咗呢個嘅世界人權公約、世界人權宣言，將世界人權宣言咧化成咗呢個國際人權公約，然後寫入咗香港基本法裏邊噶嘛。咁應該係遵從普世價值喎。即係基本法制定嘅時候咧，其實應該就係理應遵從普世價值，但係中方對普世價值嘅理解唔同啊嘛。雖然佢哋係簽咗，雖然佢哋係寫咗落去，但係佢哋有自己嘅解説噶嘛。而基本法最後嘅解釋權都係人大度噶嘛，所以呢個必然係會造成咗嚴重嘅矛盾啦。好啦，最後咧就係新加坡，李光耀認為咧西式嘅民主咧就唔適合於亞洲，亞洲就用精英式、家長式管治。咁啊，但係我自己認為啦，我自己讀完呢個嘅李光耀嘅傳記同埋彭定康嘅日記之後咧，我嘅睇法就係新加坡模式咧係中國傳統嘅賢人政治，呢個家長管治就係賢人政治。咁啊，前提就係要嗰個家長係一個好家長，但係呢個天下唔一定係無不是之父母喎，好多係野獸家長喎。所以如果遇到野獸家長嘅時候，人民係無力反抗。咁咧，新加坡嘅例子係一個特例嚟嘅。新加坡咧由建國至今咧70幾年，60-70年啦嚇。咁啊由呢個嘅新加坡建國至今60-70年，冇60餘年。咁啊都係一個賢人嘅管治，呢個係一個運氣嚟，唔單止係運氣，最實際就係因為新加坡係細。新加坡係細咧，如果你唔係一個嚴明嘅政治體制咧，你好容易被人推翻。而且新加坡咧係依賴國際，正如頭先李光耀所講，新加坡係國際嘅金融中心、國際航運中心、國際企業嘅亞太管理中心。如果咧你做得唔好，國際嘅政治同埋資金咧就會離開咯喎。咁所以你既然係細小，又驚人民嘅推翻。第二就係仰望國際嘅投資，所以咧佢就必然要做得開放開明嚇。佢係全世界最自由嘅經濟體，法治係最優良嘅地方。咁雖然咧佢用家長式嘅管治，個文化係家長式管治，但係咧佢都係要考慮到國際嘅睇法。香港咧喺即係呢個嘅2020年以前咧都係有咁嘅情況，都要考慮到國際啊嘛。但係2020年之後咧就因為撕破了臉啊，就唔再考慮國際啦。咁唔再考慮國際咧，就係全面咧，就係二次回歸，全面係緊跟中央嘅政治，所以失去咗咧同新加坡競爭嘅能力。由2020年以後咧，即係以前咧就係新加坡、香港係即係互相競爭。雖然新加坡咧係領先一啲，咁但係2020年之後咧，新加坡係遠遠拋離好遠。呢一點咧就係從彭定康日記裏邊同埋李光耀嘅對話咧，我係睇到一啲端倪喺裏邊嘅，好嘛？今日講到呢度啦。至於同其他人物嘅一啲嘅睇法，如果大家有興趣咧，我整理咗同建制派、同董建華，即係包括咗梁振英嘅睇法，同埋咧同呢啲泛民主派以及咧港英官員啊陳方安生、曾蔭權，我全部整理咗嘅，一條一條咁整理咗出嚟。唔知大家有冇興趣聽啊？呢啲咁嚴肅嘅學術題目，有興趣聽你留言話俾我聽好嘛？我可以再拍多2-3輯咧，專係講呢個 topic 嘅。今日講到呢度，多謝大家。收費平台 Patreon 咧就有文字版嘅。呢個嘅上個禮拜就講咗中國近代史課嘅呢個抗日戰爭。咁會員咧 VIP 會員可以無限重溫，15蚊美元一個月，或者要年費訂閱咧就可以重溫嘅。多謝大家，拜拜。